大家好，欢迎来到听书学史。这本书介绍了简单但革命性的晨间方法，能够改变人生的各个方面，而一切都取决于早上8点之前如何度过。今天我要向大家介绍一本在全球20个国家畅销的《从晨间方法开始改变人生》这本书，介绍如何用晨间方法改变生活。作者首先指出，无论是成功的人，还是处于逆境中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渴望改善生活。这并不是因为他们对现状不满，而是因为人天生就渴望不断成长和进步，这是一种本能的欲望。然而，大多数人每天早晨醒来，却过着和昨天相似的生活，这种情况需要打破。为此，作者创造了晨间方法。作者相信，这个方法可以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改变人们的生活。这个方法承诺可以提升人生各个领域的水平，是最实用和有效的方法。它不仅可以增加收入，提高销售额和利润，而且据说还可以在健康、恋爱关系、收入和精神等方面带来显著改善。即使是处于逆境中的人，正在经历难以忍受的考验的人，也证明了晨间方法可以帮助他们克服困难，创造重大突破，改变现状。而且这种变化通常在很短的时间内就会发生。晨间方法已经在全球超过1万人中产生了巨大的改变，包括作者在内。因此，作者断言，晨间方法是我们达到目标的可靠工具。不要小看早晨的生活技巧的谈论。作者坚信，晨间方法执行起来具有改变人生的力量。那么，让我们一起来探索晨间方法的世界吧。接下来，让我来介绍今天的内容。第一步，确实可以改变人生的晨间方法。第二部分，用6分钟快速见效的简化版晨间方法。今天，我想对这个晨间方法进行详细解说。那么，让我们立即从第一部分开始解说吧。首先，让我来提出这本书的结论。这本书的结论是，通过每天实践晨间方法所提倡的6项最强的习惯，您的人生将会发生改变。作者说道，被压力压得喘不过气来，无法忍受不满情绪的日子已经太久了。大多数感到不满足、平庸、无聊的人，经常会对自己的人生感到失望。但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我们生活在人类历史上最繁荣、最进步的时代，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拥有如此多的机遇和资源。然而，几乎所有人都没有充分利用自己拥有的无限潜力。大多数人错失了丰富充实的人生，原因在于他们被日常生活所占据，实际上最重要的生活方式被忽略了。他们无法充分利用潜能，最终只能过上充满后悔的平凡人生。在您陷入这种境地之前，请务必将时间投入到自我成长上。让我们优先考虑将时间用于成长吧。通过每天实践早晨方法提倡的6种习惯，身体、知性、情感和精神都会得到确实的提升。这样一来，您将会发现自己拥有实现理想人生的能力。通过贯彻这6项最强的习惯，可以开启自身潜能的强大力量，从而改善和改变生活的各个方面。那么，晨间方法所推崇的这6个习惯到底是什么呢？让我们一一列举。晨间方法推崇的6个习惯包括：1、安静； 2、肯定； 3、想象； 4、运动； 5、阅读； 6、写日记。作者每天早上都会各花10分钟时间来实践这6个最强的习惯，共计60分钟。早起并投入10分钟反思这6个习惯，这正是本书所倡导的晨间方法。也许一下子就早起并确保拥有60分钟的时间来进行这些活动可能有些困难，因此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2到3个习惯进行实践，并根据自身情况进行个性化定制。此外，本书还介绍了在6分钟内产生效果的简化版晨间方法。那么，让我们开始逐一解释这6个习惯吧。首先，第一个晨间方法是安静，也就是沉默。作者指出，安静可以带来显著的效果。在这里，作者介绍的是有目的的沉默，不是随便安静下来，而是要有高度的目的意识来安排沉默的时间。如果你想立即降低压力水平，
把意识集中到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上，创造出清晰、镇定、明亮的精神状态，获得灵感。那么，每天早上从有目的的安静开始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对大多数人来说，早晨是一个忙碌、紧张、充满压力的时刻。也许有很多人早上都是迟迟不愿起床，感觉无精打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早晨并不是以最佳状态开始一天的时刻。安静有助于减轻压力，提高自我意识，使头脑清晰。通过这样做，您可以在一种状态下连续的进行，从而更好地集中注意力于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然而，即使听到这样的建议，也可能会有人想要问，具体应该怎么做呢？根据作者所说，他在进行沉默时间时会做以下活动：冥想、祈祷、回顾、深呼吸、感恩。他会在早晨选择一个或几个活动，有时会将它们结合起来。每种活动都有助于放松心灵和身体，使精神平静，让自己专注于当下，解放内心，更容易接受接下来5种方法的影响。早晨的活动方式并不是唯一的，可以包括祈祷、冥想、专注于感恩之事、深入思考等。这是开始新的一天的最佳方式，让人心平气和。在繁忙的日常生活中，抽出一点时间来保持沉默，就能改变您的性格。务必尝试并体验效果。接下来，我将解释第2个方法，即肯定。肯定是用积极的语言引导自己走向幸福的方法。通过作用于潜意识，我们可以改变生活，走向我们期望的方向。穆罕默德·阿里就是通过不断重复这种自我肯定的肯定来实现他的梦想。肯定是成为成功者的最有效工具之一。许多杰出的成功者声称，肯定的思维方式可以帮助人们建立自信，保持积极的态度，并克服挑战。积极思维和肯定对于他们取得成功和财富起到了帮助作用。这些积极的话语对个人的健康、幸福以及人际关系等生活各个方面都能产生显著的影响。积极的话语可以极大地改变个人的成功水平。要有效利用积极的话语，关键在于制定与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相符的积极宣言，并每天反复朗读。通过口头表达并聆听自己的话语，可以影响潜意识。我们每个人都在无意识中被编程，这种编程内容可能来自他人的言语，也可能来自自我暗示，甚至是人生经历中的各种影响，包括正面和负面的。一些人天生就具有成为幸福成功者的思维模式，但大多数人却被困扰于让生活变得困难的思维模式。如果不自觉地改变这种思维模式，潜在能力就会受到压制，人们就会被恐惧、焦虑和过去的束缚所困扰，过上平凡的生活。不适合的思维模式可能包括过度关注自己的缺点，不原谅自己的错误，感到成功时产生罪恶感，认为自己不配成功等。针对这些思维模式，我们应该立即停止。对于那些渴望成功却同时感到罪恶的人来说，成功是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觉得自己不配得到幸运，那么即使幸运降临，他们也会错过这个机会。而且这种思维模式随时都可以改变和改进。让我们从现在开始使用积极的语言，通过积极的思维模式，在任何时候都充满信心，成为成功的人。这个方法非常简单，只需反复诵读你想成为的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通过足够的重复次数，这些话语会潜移默化地被信服，从而开始按照他们的指引行动，最终会以现实的形式呈现出来。此外，将这些积极的言语写下，并放在经常能看到的地方也是非常可取的。这样可以更容易地接近期望的状态和心态。随着这些积极的言语不断重复，心灵会逐渐接受它们，从而促使行为发生改变。因此，建议在早晨头脑最清醒的时候，养成每天反复诵读你想成为的自己想要实现的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方法的习惯。每天坚持这样的诵读，你会发现这些愿望会变得越来越有可能实现。接下来，我们来解释第3个方法，
即想象，是指利用想象力在心中具体描绘出想要的行为和结果。这是一种称为心理排练的方法，旨在实现积极的结果。运动员常常使用这种方法来提高表现。他们会具体地想象自己想要达到的目标，并在心中排练实现这些目标所需的行动。您真正的愿望是什么呢？暂时让我们抛开理论限制和现实，想象一下，如果一切都能如您所愿，您希望成为怎样的人？你会选择做什么？勇敢地去想象心底最深处的愿望。如果这些梦想成真，您的人生会有怎样的变化呢？通过视觉、听觉、味觉、嗅觉和触觉来具体的想象，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增强效果。想象的越清晰，将来实现梦想的行动就会更加顺利。接下来，试着预见未来，在理想情况下所发生的事情，可以想象一天结束时的未来，也可以想象更遥远的未来。重要的是想象达到目标时的场景，并体验当时的喜悦情感。一旦将自己的愿望想象成生动的画面，就开始想象实现这些愿望后的生活，想象自己积极努力的行动，实现家庭、运动、学习、工作等方面的目标。关键是享受整个过程，保持愉悦的想象，想象自己在跑步机上微笑着奔跑，以及因为自律而感到自豪的场景。每天早上进行这样的想象吧。现在我们来解释第4个方法——运动。现在这3个项目——运动、阅读和日记，都是大家熟悉的内容。首先是运动，我想要强调的是，每天早晨都要进行一些锻炼。每天早晨进行几分钟的锻炼，就可以增加能量，促进健康，提高情绪稳定性和思维力，并增强集中力。您可以去健身房、散步或慢跑，尝试新的体操等。内容由您自由决定。保持健康并增加能量的必要性，定期锻炼的说法并不新鲜。然而，很多人都因为找借口不去锻炼，这是现实。忙碌和疲劳通常是前2个最常见的借口，但还有其他更多的借口。因此，在您感到疲倦之前，在一天变得忙碌之前，找到新的不锻炼的借口之前，就开始行动吧。晨间方法的目的就是避免借口，并将锻炼变成每日的习惯。您可能会说，我太累了，但是锻炼是非常重要的习惯，所以让我们坚持下去吧。让我们从清晨就开始锻炼吧。接下来，我们将解释第5个晨间方法——阅读。阅读书籍虽然是理所当然的，但在改变人生各个方面并实现理想人生所需的知识、思想和见解是至关重要的一步。阅读是最具及时效果的方法之一，但如果您在工作后感到疲惫、头脑不清，可能不太愿意读书，因此请在清晨进行阅读，每天只需10分钟的阅读，1年下来就是18本书。如果您认为每天读10页太困难、太慢，或者不擅长读书，那么从5页开始也可以。对于大多数人来说，10页的阅读量不会太多，也不会轻易放弃。阅读时间仅需10到15分钟。如果您读得比较慢，可能需要15到30分钟。如果能够坚持下来，每天只读10页，1年下来就是3650页，相当于18本自我成长必读的200页书。如果在接下来的12个月中，您能读完其中的10%，那么您将获得更多的知识、能力和信心，成为一个全新的自己。现在，我想稍微做一下宣传。如果每天早上花10分钟或20分钟读书对您来说太困难了，现在还有另一个选择，那就是观看视频。比如观看我的视频，我会尽量以易懂、简明的方式来解释，精选重要的要点，还会尽量突出强调，使其更容易被记住。所以，如果您无法在早晨读书的话，也许养成在早晨观看一段书的摘要视频的习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那么接下来，我将解释第6个方法——写日记。最后一个方法是通过写日记来将思考从大脑中提取出来，转化成文字，从中获得灵感。除了突发的灵感、想法、领悟之外，
还可以记录目前的目标达成程度、抓住的机会以及自我提升的成果等。关于写日记的好处，已经在许多书籍和论文中介绍过。但是坚持写日记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下班后感觉疲惫，谁还会有心情写日记呢？所以请早晨把这件事情列入日程吧。以上就是晨间方法的6个习惯的解释。我要再次强调，这些习惯非常重要。如果我们能坚持这些习惯，我们就能让生活更加丰富、更加美好。我们都明白这一点，但实践起来并不容易。因此，这个晨间方法的核心就在于，在早晨精力充沛时，一口气把这6个习惯都做完。如果每天能坚持这些优秀的习惯，生活将会发生变化，你也会遇见一个全新的自己。这一点谁都能理解吧？正如我之前所说，一开始就执行这6项习惯可能有些困难，因此可以从自己喜欢的项目开始，逐步实践也是可以的。对于确实很忙的人，我想介绍一下晨间方法的缩短版，以便更快地了解内容。接下来，我将介绍如何用6分钟快速见效的简化版晨间方法。坦率地说，如果你每天早上能花10分钟来执行这6个习惯，您的生活可能会有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对于除了极富毅力的人以外，立即执行这些习惯可能有些困难。因此，我认为不妨以更短的方式来实践，至少比没有开始要好。因为时间是有限的，您并不是唯一觉得时间不够的人。据悉，面对晨间方法的实践，作者最常接收到的问题之一就是时间安排的问题。即使在最繁忙的时期，也需要找到时间来执行晨间方法。晨间方法的基本理念是需要1个小时，但作者提供了缩短版，以便更好地适应您的计划和喜好。平日清晨可能只有20到30分钟的时间，但有些人可能希望在周末抽出更长的时间来实践晨间方法，而另一些人可能更愿意每天固定在特定时间进行。例如，大多数人会选择实践为期60分钟的晨间方法。以下是一个示例时间表：沉默5分钟，肯定性言语5分钟，想象力5分钟，阅读20分钟，运动20分钟，写日记5分钟。当然，顺序可以根据个人喜好进行调整。例如，有些人可能会选择首先进行运动，以促进血液循环，使自己更清醒。同时，也有些人可能更喜欢在运动后进行晨间方法，因为他们不愿意在出汗后立即开始思考或阅读。不妨尝试不同的顺序，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然而，仅仅按照自己的喜好进行晨间方法可能不够，有些人可能真的很忙，没有足够的时间。在这种情况下，作者提供了一个6分钟的快速版晨间方法，以满足那些时间紧张或感到精神负担过重的人。即使在最忙碌的时候，也不应放弃培养自我成长的习惯。因此，每天抽出6分钟的时间来进行晨间方法是至关重要的。没有哪一天是无法抽出这6分钟的。在忙碌的早晨，尝试将这6分钟用于以下方式：第1分钟，轻松地醒来，面带微笑，不要在早晨匆忙地开始，而是坐在那里，静静地享受1分钟的宁静。深呼吸，您可以祈祷或感谢此刻的存在。如果您在进行冥想，可以坐下来，让心完全集中在当前的瞬间，平静心绪，放松身体，感受所有压力消散的感觉。心灵的平静会加深，目标和方向会更加清晰。建议您花1分钟进行这样的冥想。接下来每天进行肯定句的练习，将您的潜能释放出来，并提醒自己人生的优先顺序。将写有肯定句的备忘录从上到下朗读一遍，这应该只需1分钟。当您将注意力集中在您最看重的事情上时，您的动力会增加。而当您朗读您自己的能力和优点时，您会感到自信。回顾自己的意志、目的和目标，这会给您带来充沛的行动能量。您将开始确信自己真的能够获得想要的人生。接下来是第3分钟的活动，请闭上眼睛或凝视着您的愿景板进行想象。
想象当您达到目标时的场景和情感，设想今天将是完美的一天，想象着在工作中感到愉快，与家人、伴侣一起说笑，轻松完成当天的计划，感受到您所创造的喜悦。然后是第4分钟的活动，花1分钟的时间感恩，为自己感到自豪，并明确3个你想要实现的结果，从头脑中清晰地挖掘出它们。接下来是第5分钟的活动，拿起您想要阅读的书籍，花费1分钟的时间阅读1页，然后将您从中学到的想法用于改善今天的工作和人际关系，或者让自己被美丽的文字所感动。在专注的1分钟内，去寻找新的发现，并将其用于思考和情绪的提升，让它成为更好生活的营养。最后是第6分钟的活动，请站起来，动一动身体，持续60秒，可以原地踏步，也可以做1分钟的仰卧起坐、俯卧撑或者蹲起。重要的是要加快心率，增强注意力和集中力。那么大家觉得呢？如果每天都能充分利用这6分钟，您认为一天的质量会提升，生活的水平会提高吗？虽然作者不推荐只使用晨间方法的简化版本，但在确实没有时间的情况下，6分钟的晨间方法也可以作为强有力的助手。只有6分钟，就没有时间不够的借口了吧？毕竟只需6分钟就能开始一个美好的一天，我想没有人会不考虑吧。平日可能时间有限，所以使用6分钟的晨间方法，但周末有更多时间，可以尝试60分钟的晨间方法，这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希望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制晨间方法，并尝试使用这个简单而有效的方法，不妨试试看吧。要成长并实现目标，走上美好人生的道路，养成良好的习惯至关重要。虽然各种地方都在力推培养好习惯，但本书中的晨间方法将被认为是整合了6个最有效的习惯，在最有活力的早晨执行。如果能够在清晨实践这6个最强大的习惯，您的人生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作者希望大家能够坚持下去，至少连续30天，每天早起并实践晨间方法，是未来成功的基石。通过早晨的操练，您将获得自控力、清晰的头脑和人格上的成长。自控力是完成决定的能力，清晰的头脑是集中精力于最重要的事情的力量，而人格上的成长则是决定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您拥有了这3者，您将在短短30天后迈向人生的巅峰，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经济方面，都将取得最高水平的成功。最后，我想分享作者的一条内容，作为结束语：您现在所处的位置是过去的结果，但最终将走向何方，取决于您现在的选择。让我们珍惜每个当下，用明智的选择引领我们走向更美好的未来。您的时间如何利用，完全由您决定。不要再推迟获取幸福、健康和成功。如果想要改善生活，首先必须成长为更好的人。明天就开始晨间方法吧，让明天成为通往最美好人生的第一步。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记得点赞、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在下次的节目中，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书籍。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我们下期再见。